中国社会现在有许多人啊，他们不是搞美国研究的，啊，对美国社会、美国政治，了解很少。那这样一个群体，现在都变成了美国问题专家，都变成美国经济专家，都变成中美经贸专家。根据他们的叙述，就是美国怎么样，白宫怎么样，是吧？其实没有谁叫美国，没有人叫美国，啊，真实存在的是不同的利益群体。现在美国社会分裂特别严重，精英圈我们称之为 establishment 权贵圈，尤其这个精英圈里边的有一个群体，我们称之为 deep state 隐形政府。这什么人呢？啊，当然不同的人理解略有差别。我的理解就是，美国的军方、美国情报系统、美国国务院、美国财政部、美国商务部、美国总统贸易代表办公室、美国司法系统这个圈的中高级官员群体。注意，这个群体他们是事务官为主，他不是政务官。也就是说，在美国495公路圈里边，特朗普所痛恨的那个沼泽里边的大鱼们就是他们。美国政治家是选举来来去去，来来去去，是过客，但是总是待在美国权力圈里边的，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群体。这个群体，我跟他们有所交往，在我看来，他们的特点是：第一，有水平，啊，有情怀，有能力，有资本，啊，有经验。这个群体互相之间都是老同学，因为他们都是名校毕业，然后呢，年纪轻轻进了各个部委。注意，过去70多年里边，二战之后运作整个美帝国，运作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，打冷战，是吧？主导了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，其实就是这个小圈子。那么，这个圈子对特朗普是什么看法？这个圈子总体上来讲，对特朗普是极其的不屑。他们认为自己才是美帝国真正的主人，啊，特朗普你是外人。到什么程度？我举个例子，2015年我在华盛顿，我经常参加这个圈子的一些公开的研讨会啊。美国体制的一个优点就是它有一定的公开性啊，一定程度上公开性。他们要做什么事情，首先要塑造共识。这个圈子经常喜欢搞一些这个公开的研讨会，学术性的、政策性的研讨会。比如说最常见的主题是什么？平台是放在 CSIS 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。那么在 CSIS 的各种会上，假如某位嘉宾发言中间提到了特朗普这个人的名字，台下的听众一定哄堂大笑。这是2015年啊，已经在竞选了。就台下的观众如果谁不笑，就显得很 low 啊。这是华盛顿的氛围，政治氛围，你就可以想象这个圈子对特朗普是什么观点。所以2016年年底，美国的民主居然一下子变成真的了，啊，这是超乎他们意料的。特朗普这样的人居然上台了，成了他们的老板。你可以想象那个群体当时的感受是什么样的，绝对是天崩地裂，天都塌了的感觉，是吧？幻灭感。所以在过去的2年里边，一直坚持跟特朗普周旋对抗的，其实是什么人？就是这个圈子。他们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、资源优势、信息优势，在耍特朗普，啊，跟特朗普的政策是背道而驰的。特朗普的政策其实是一个带有底层里边什么？带有去杠杆，这个杠杆是个比喻。美帝国的本质就是对权力杠杆的使用，而特朗普是放弃这些权力杠杆。特朗普破坏的是美帝国的信用和杠杆，而那个群体在努力维护美帝国的杠杆。最典型的，特朗普就放弃 TPP， 而 TPP 恰恰是这个 Deep State 群体苦心经营了6、7年，才好不容易弄成今天这样。结果到了临门一脚的时候，特朗普说这事儿我不干了。那么还有好多了，比如特朗普各种退群，是吧？那些群都是那帮 Deep State 辛辛苦苦传起来的，是吧？全给毁了。所以那个 Deep State 的那个群体，他们早在2015年前后，你可以感兴趣的话，可以查查 CSIS 啊，
卡耐基基金会啊那些网站，他们在2015-16年的时候，也就是特朗普上台之前，就已经在探讨未来我们跟中国争夺全球领导权，这里边关键在哪里？关键在高科技，战略性高科技，尤其是5G 和 AI 人工智能嘛。所以5G AI 在他们这个圈子里边，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就已经策划了。然后呢，打压中兴的就是他们干的事儿，抓孟晚舟的就是他们干的事儿，整华为的就是他们干的事儿，因为他们就是包括军队的、情报的、外交的、司法的、商务的这个圈子。所以抓孟晚舟那一天，特朗普事先都不知道，这就说明问题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在探讨美国的时候，一定要把2个问题分开讨论，一定要把它分开。一个问题是中美之间的关税战，那是由特朗普总统发动的，他的这个关税战不是专门针对中国的，这个关税战核心的要解决问题就是要收点钱，就这么简单。另外一场才是真正长期的致命的斗争，那个斗争是什么？就是美国精英圈，他们从2010年开始越来越把中国作为对手，而且这种敌对性越来越上升。他们是要打压中国的技术进步，打压中国的产业升级，他们是要除了在高科技领域，还要在更广泛的知识领域限制中国的发展。所以我们再去理解美国、理解中美关系的变迁的时候，一定要把这2个群体得区分开。